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继续西亚北非三国之行，在第二站埃及分别与埃及总统塞西、外长舒克里举行会谈，并会见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王毅表示，此次访问达成了许多重要成果，双方签署了建立中埃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协定，通过这个委员会统筹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此外，中埃外长还共同出席两国新冠疫苗合作生产项目实现100万剂量产仪式。周日，埃及总统塞西在阿拉曼会见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塞西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再次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一个个举世瞩目的奇迹。塞西表示，埃方毫不动摇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稳定的努力，坚定支持中方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王毅向塞西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王毅表示，中方高度赞赏埃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同中方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埃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坚持和践行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保障全球治理改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王毅说，埃及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中方愿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2030愿景对接，支持埃方加快工业化步伐，增强科技能力，提升发展水平。当天，王毅还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当中提到，赞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为互利合作带来广阔机遇，强调应加强合作与磋商，实现互利、可持续发展和改善民生。双方还强调，因为2022年与双方商定的日期在沙特举办首届中阿峰会做筹备，期待峰会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质的提升，并迎来更广阔前景，服务于双方共同利益。借中阿峰会这个东风，中阿双方在“一带一路”这个合作倡议下，在中阿合作论坛它的框架的指引下，中阿全方位的合作必然会有一个井喷式的发展局面。访埃期间，王毅还同埃外长舒克里举行会谈，共同签署建立中埃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协定。王毅还与舒克里共同出席中埃新冠疫苗合作生产项目实现100万剂量产仪式。去年12月，中埃签署关于新冠病毒疫苗合作意向书，中国企业随后与埃及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并派技术团队赴埃落实本地化生产合作。签署协议仅半年后，中国疫苗在埃本地化生产项目正式灌装投产，短时间内即实现100万剂产量。首批疫苗下线意味着埃及成为非洲第一个同中国合作生产新冠疫苗的国家。分析指出，中国疫苗在埃及实现本地化生产，彰显了中方推进国际抗疫合作的决心和诚意，是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重要宣示的具体举措，也是中方推进全球疫苗公平分配、克服免疫鸿沟的重要一步。该项目不仅对埃及抗击疫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将极大助力非洲和阿拉伯地区早日彻底战胜疫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主要是同中国开展抗疫合作。在此基础上，中方不仅提供了疫苗这一该地区最需要的抗疫物资，并实现了本地化生产。更重要的是，通过抗疫合作，将本地区在公共卫生方面多年的短板补齐。比如说，建立起它的体制机制，建立起它的相关的设施、人才培训机构，以及进行这个疫苗的这个生产，这样将来阿拉伯国家再遇到这种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它就有基础、有能力、有经验去应对了。此外，王毅还在同舒克里外长及盖特秘书长的会晤中谈到了巴勒斯坦问题。王毅表示，中国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在巴以冲突之际，推动安理会5次审议巴勒斯坦问题，并最终发表主席新闻谈话。日前，中方再次举办巴以和平人士研讨会，为推动巴以停火复谈不懈努力。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现实路径。巴勒斯坦问题有关各方及国际社会应以联合国决议为基础，为推动两国方案做出切实努力。中方提出3点思路。中方没有对外殖民侵略的历史，始终站在国际道义和原则一边，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发挥了积极影响，期待中方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历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伸张正义、主持正义，得到阿拉伯国家的一致赞赏。这个方面，我们的倡议得到阿拉伯国家拥护，那是没有问题的。得到国际社会一切希望巴以问题能够得到公正、合理、持久解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相信中国的倡议会产生重要影响。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今天，外交部网站发布中方与阿盟秘书处的联合声明，发言人也特别强调，王毅这次访问埃及与叙利亚的成果丰富。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啊，它有8点内容，其中呢最引人瞩目的一点就是确认首届中阿峰会明年呢将会在沙特举行，那么具体日期呢将由中阿来共同商定。双方确认要为首届峰会成功举行做好前期筹备工作。首届中阿峰会敲定明年举行，那么当然是中国和阿盟国家关系的显著升级，进一步发展中阿战略伙伴关系迎来了重大的契机。用今天声明的表述原话，就是呢质的提升。同时啊，中阿峰会也一定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地区以及国际的大件事儿。以峰会作为交流平台，那么中国与阿盟22个成员国的元首共聚，而且呢大概率的可能性是这样一种共聚将会常态化、机制化，显然呢会谈成许多共识，办成许多大事，取得许多成果。那么无论对中阿关系、对推动地区发展、推进地区治理，乃至呢寻求解决国际热点难点问题，都将会带来长期持久的助力。那么阿盟是全球成立最早的地区性的组织，成员国多达22个，是整个大中东地区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地区组织。那么去年呢，中阿贸易额已经达到2400亿美元。以“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的复工复产全面推进为契机呢，中阿全面合作有望再上台阶。此前呢，王毅就曾经在两会的记者会上特别就5G、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等高新技术列为呢方兴未艾的新兴的合作领域。那么也要特别指出，就整个大中东地区而言呢，地缘政治尤其复杂，域外大国深度介入，种族、教派乃至国家间的矛盾冲突啊层出不穷。一些个世界性的难点、热点问题，在该地区呢，它有最尖锐、最激烈的表现。用西方媒体的夸张说法，就是呢，这里火药桶扎堆。比如呢，联合声明第6、第7、第8 3条所提到的巴勒斯坦问题、核不扩散问题、打击恐怖主义问题，如果未来的峰会能就这个推动解决这些个全局性、全球性的难题能够迎难而上、凝聚共识，无疑呢对拆除中东世界一个个火药桶，对于大中东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稳定都是一道福音。那王毅此访还有哪些成果值得特别关注呢？我注意到中埃两国外长阿拉曼会晤时还一致同意向巴勒斯坦民众援助中埃共同生产的新冠疫苗，您对此又是如何评论？王毅此次访问叙利亚，成为总统巴沙尔就职连任之后接见的首位外国客人。王毅就推动解决叙利亚问题提出了4点主张。那么在访问埃及期间呢，也就解决巴以问题、落实两国方案提出3点思路。这些呢都是美媒眼中的所谓中东火药桶问题。那么中国外交官不回避，主动作为，就是在有力践行总书记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外交指引。我认为呢，战役合作，尤其是王毅此访阿盟3国的亮点，它的溢出效应啊，必将会持续的强化。中阿联合声明第2点呢，就着力强调的正是共同战役。实际上呢，中阿在这个领域啊，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合作基础。沙特国王是第一个致电习近平主席支持中国抗疫的外国元首。阿联酋呢是第一个接受中国产新冠疫苗境外3期试验的国家。王毅曾经在两会记者会上就特别强调说，中阿团结抗疫树立了新典范。耐人寻味的是，典范这个词呢也出现在接待王毅的
东道主的口中。比如呢，埃及外长舒克里就向王毅由衷表示感谢中方帮助埃方生产疫苗，希望能够继续推进双方的疫苗合作。中国呢，在抗击疫情方面为全世界树立了典范。那么，中方为埃及提供这个新冠疫苗生产的原液，两国外长共同见证100万剂疫苗量产的云见证的仪式，宣布呢向巴勒斯坦提供50万剂疫苗。这呢，无疑是中国推动解决新冠疫苗可及性与可负担性这2大战役痛点问题，致力跨越免疫鸿沟的又一国际合作典范。好的，谢谢管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